各位亲朋好友们，欢迎来到你不问我的事，我也不问你的事的不问不是，我是布布。今天我们就进入了我们美迪亚的第3期最后一期了。那么其实在做前2个视频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告诉我说我讲话太过干燥了，我也觉得这个内容有点干燥，对吧？作为一个前鬼出去UP主，一天就用几千播放量，我现在到科技区如此干货的视频只有300播放量，科技区真的太没有人权了。然后反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3期，所谓我给你一支笔，你敢写吗的回家的诱惑美迪亚。首先作为一个只有10位数粉丝的UP主，我肯定是会有 Q&A 这个环节的，但是你们想错了，我当然是有一个如此必要的环节的，对不对？我就想到了一些我当时刚刚开始看美迪亚的时候的一些问题，那我只能自问自答来回答一些自己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亚颂为什么要娶科瑞瑟公主，其实这个也是之前提到过，但是也不是很清楚。就是说亚颂他这个人，他是一个希腊人，就是所谓的文明人嘛，美迪亚他是一个野蛮人，亚颂就会觉得这个人的文明程度好像配不上自己，他同时就是希望就是娶了那个公主，这样子这个张良给出的理由啊，是他说可以让自己的2个儿子呢长大以后呢可以享受更好的未来。我们的第2个问题就是这个公主黄花大闺女为什么要嫁给一个买1送3的中年大叔？亚颂这个人他不是成为了一个偷金羊毛的英雄吗？虽然这个金羊毛其实是美迪亚帮他偷的，但是他自己就变成一个英雄了。然后他这个名声在外啊，在这个希腊享有特别高的这个地位。然后呢，这个 Corinth 的国王呢，他也是一个非常在乎名声的人，然后就想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英雄。然后我们的第3个问题就是刚刚讲到亚颂这个人，他是一个英雄。你说一个偷金羊毛的人，他是通过一个偷盗的手段，他居然成为了一个英雄。那请问他是不是干过一些其他的什么事情？这个人还有什么其他的故事吗？其实呢，就是有一部史诗，它的作者叫做 Apollonius， 然后他写了一本关于就是亚颂他踏上了拿金羊毛的路，这一路上他受到了很多神的帮助，就是整个故事。然后帮助他的神呢，包括有这个大力神 Heracles 或者 Hercules， 然后这些所有帮助他的神，包括他呢，这些人叫做 The Argonauts， 因为他们坐的那艘船叫做 The Argonauts。然后呢，这一本史诗的名字就叫做 The Argonautica。美迪亚呢，他这个人物其实在很多的文学作品里面都有出现，就是这些我把它打在这里。对，然后呢，那我当然就选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件来跟大家就是分析一下。然后我选出来的2个，就是一个是古罗马的塞内卡写的，也是一部戏剧，也叫做《美迪亚》。然后第2个是这个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执导的《美迪亚》的电影版本。我们现在就对它进行一个文本分析加比较问题。好，我们讲到塞内卡这个人，然后我们说就是他是个古罗马人嘛，然后古罗马他非常有名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一个一天到晚打仗的民族，然后他的文明就相对比较落后。他有特别有名的一点就是他一天到晚抄这种希腊的文明。这部戏剧他也要抄，他抄的是什么呢？他抄的是这个剧情。但是呢，塞内卡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悲剧大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其实是有自己非常鲜明的这个文学风格的，因为他特别喜欢强调一些就是非常残忍血腥的一些片段，然后他的整个戏剧就是充斥着一股暗黑风，非常让人头大。但是呢，在这个文艺复兴时期，他这种文风就非常受人尊崇，然后引人争相模仿。塞内卡他除了非常喜欢描写这种残忍的片段，他还会喜欢加入长篇大论的人物独白，就是来告诉你这个人的那个内心的纠葛。我之前2天读了一篇关于哲学的论文，然后他讲就是悲剧是可以使人的道德进步的，就是最好的一种文学形式。然后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你在看一个悲剧的时候，你不仅可以感同身受的感受到他的这个心里的这种纠葛，你还可以就是体会到，你学习到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是如何导致他的动作的，然后你就可以引以为戒，你也会去思考这种
道德谜题，你的灵魂也会得到升华。这是一个非常知识分子的一个形式，也是一个高逼格的活动。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正题，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塞内卡的美狄亚和这个欧里彼得斯的美狄亚有什么区别。首先呢，它第一个区别就是关于开头的描写。那这个欧里彼得斯他的美狄亚开头写的是什么呢？他写的是这个美狄亚在那边怨天尤人，在那边大哭大喊，然后说什么上天对我真不公平呀，为什么我沦落到了这样的境地之类的。然后他一开始其实是没有表现出他想复仇的心理，他反而是一个就是被悲伤淹没的一个女人，然后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嘛。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塞内卡是怎么讲。塞内卡呢一开始就写这个美狄亚非常的想要报复，然后他甚至于就是他很理智，他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然后去表现出一个非常目标坚定的一个女人的形象。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根据剧情的走向来分析啦。那么美狄亚呢，她在怨天尤人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这个国王有召见她，他为什么召见她？因为这个公主非常的忧心忡忡，她到底是害怕美狄亚来报复她，还是担心自己把美狄亚绿了，然后对此感到愧疚，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美狄亚是怎么跟这个 Creon 这个国王说理的。在欧里彼得斯的版本里面，他是用情感来博取这个国王的同情，然后呢让他在这里多待一天。但是呢在塞内卡的版本里，他是通过一个非常理性的方法，他就是跟他讲一些理由。然后从这两个版本中，我们就可以很鲜明的看出来，就是两个作者想要塑造的美狄亚形象其实是大相径庭的。那欧里彼得斯想要塑造的美狄亚形象呢，就是一个被情感所淹没的女人，但是呢塞内卡想要创造的是一个非常有力量有主见，就是她可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然后很清晰的朝着自己的目标走，她非常的坚定很理智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然后接下来发生什么呢？就是美狄亚和押送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吵。在欧里彼得斯的版本中，美狄亚这个时候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去报仇，因为是这个国王要赶他走，然后押送对他就是恶语相向，导致他最终就是下定决心要去报仇。但是呢在这个塞内卡的版本中，他其实早早的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去报仇了嘛。然后在这个下定决心的过程过了以后，美狄亚呢又要去找押送向他示弱，这样他才可以把那个有毒的裙子送出去嘛。那么在这个欧里彼得斯的版本当中，美狄亚呢他决定通过杀儿子来报仇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押送在跟他的谈话当中多次提到，他认为女性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就是非常不必要，然后他认为男性呢应该拥有别的手段来就是拥有自己的儿子，而不是需要借助女人才可以当爹。美狄亚就想，你既然这么想要儿子，我就让你永远都没有儿子。所以呢他才会想把就是自己的两个儿子杀掉，然后呢把那个公主也杀掉。然后我们来看塞内卡的版本，在这个版本当中，美狄亚和押送的谈话中，押送提到了他自己非常爱自己的儿子，他们就是他的希望，是他活下去的勇气。那么你看这个地方，押送其实表现出来就是一个非常被情感支配的男人的一个形象，他展示出了自己的弱点。那么这个时候非常强势的美狄亚呢就抓住了这个漏洞，然后就去攻击他的这个弱点，就是杀掉他的儿子。所以他其实想杀死他的儿子的理由呢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的必要性呢都是存在的。接下来我们来分析第4个不同点，就是在悲剧的演出形式当中，除了这个舞台还有演员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个叫做歌队的合唱团，它叫 chorus， 然后它往往是由12到50个人组成，他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对戏剧中发生的事情进行评论，然后像观众一样的，就是有时候会影响剧情的走向，或者影响这些剧中人物的一些心理活动。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美狄亚塞内卡版本中歌队的不同表现。在这个欧里彼得斯的版本当中呢，歌队是一直对美狄亚想要做出的行为表达支持和同情，然后更像是一个
就是和她一样的受到社会迫害的女性角色。但是呢，在塞内卡的版本中，这些歌队他们的台词其实就是一些符合当时社会的一些大众思想的，就是来批判美迪亚行为的一些声音。那么其实这两者之间，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欧里彼得斯以及塞内卡对整个事情的不同看法，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讲的这件事情。我们为了解释这样子的不同，我们可以代入一下这两个作者不同的时代背景。然后那个时候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的国力正在慢慢衰弱嘛，然后古罗马反而成为了这个文化中心，然后他们看整个 play 的时候也会把所谓的希腊带入到他们自己的罗马当中去。但是呢，罗马人关于这个婚姻有一个怎么样的看法呢？他们认为它要成为一个合法合理的婚姻，两方的父母都需要同意。那么这个美狄亚很明显他是这样私奔出来，他爸是不同意的，他还杀了自己的弟弟。这个在罗马人的眼里看来，这个婚姻是一个不被承认的婚姻。所以呢，这个 chorus 的声音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当时这个罗马人的一个普遍看法。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在1969年执导的作品《美狄亚》。然后它是一个1小时50分钟的电影，但是它里面大概只有1/3的时间是有对白的，绝大多数时间就是一些景色、一些画面，或者一些他拍很多就是人的那个脸还有眼神，然后就是给人很多遐想。我们想到电影这个媒介，用它来讲一个故事，电影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你可以360度置身处地的去感受到这个故事发生的这个背景。就是这部电影真的非常令人感到惊悚，就是它在开头呢有一段10几分钟的祭祀活动，是在这个美狄亚所在的城邦。因为美狄亚呢，她是这个太阳神的孙女，然后她在的整个地方都是比较原始的，然后大家都相信一些自然的东西。然后很吓人的是什么？他们祭祀活人，然后就直接拿斧头还不知道什么把那个人的头给砍下来了。我当时我惊了。然后那些人就分那个他的血和原始的一个部落的感觉。我们说戏剧这个媒介呢也有自己的限制性，然后这些不足是否能用电影来弥补呢？那我们看到在欧里彼得斯的这个美狄亚当中，它主要讲述的过程呢就是美狄亚在 Corinth 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之前的一些 background 的东西我们只能通过这个背景知识去了解，但是在电影当中它就非常清晰的帮你指出来，它有把这个 Argonautica 里面的故事还有这部戏剧中的故事结合到一起。同时呢，这个帕索里尼也加入了很多自己的见解。这边有一幕我觉得非常有趣，想跟大家来探讨，它是关于所谓的文明与野性这样一个主题的。我们刚才有提到，在美狄亚所在的地方呢，举行了一个祭祀仪式。希腊人看来可能是觉得非常原始、非常未开化的文明这样子，但是呢，其实这表达了美狄亚那边原始部落对这个大自然、对神灵的敬畏。但是我们反观这个押送，他和他的狐朋狗友有做过什么呢？他们有去抢劫那个祭祀神灵的庙宇，然后在抢劫完以后，还跟在那边的修女说为我祈祷。这件事情呢，甚至让人感到有点不可理喻，但这也是帕索里尼想要针对当下的罗马以及当下的整个世界提出的一些问题。社会在进步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在失去一些东西呢？我们失去了对大自然的敬畏，请问我们真的是在进步吗？那本期视频拍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呢，由于时间的限制，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太多东西。不过有一点我真的很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呢，我在写整个东西的时候，我也读了很多论文，然后我读的越多，我就发现我之前做的一些假设呢，可能是不成立的。其实呢，这个古希腊的价值观也没有离我们很久远，它其实还是一个很 relevant 的东西。然后他想讲的一些人物形象呢，其实是一个很鲜明、很立体的人物形象，它不是绝对的好，也不是绝对的坏，他做出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有他背后的这个原因的。然后呢，我觉得戏剧就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让你理解所有这种背后运转的模式的一个媒介。所以呢，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不要听信我的片面之词，可以自己多看一下别的一些参考资料。如果你们想要了解一下美狄亚的话，我每一期后面都有贴一个 reference 的列表，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在这里就结束了，请大家期待我的下一个系列吧，再见。